幸不辱命。好孩子，你是我们侯府的大恩人。夫人不必如此，大长公主的伤口若2日内不曾发溃，才算逃过这一劫。九娘子，可否在府中多留几日，加以看护？岳某将感激不尽。这本是民女应做之事。哎，来人，把梅园给九娘子收拾出来，一切用度比照郡主的令。是，可以进去看看了。好，快。九娘子，请坐。拜奉沏茶。是。多谢世子殿下相助，如今完璧归赵了。寒月在我手，无非是防身兵器，而你却可以治病救人，给你才是物尽其用。寒月之才冰清玉洁，殿下既慷慨相赠，那民女定不辱寒月之名。那日听闻九娘子提及沈四卿的大理寺校正洗冤录，我便找来他的著作拜读，发现沈四卿断案的确是鞭辟入里，见微知著，实乃一代青天呢。盛名之下无虚实，沈毅大人在地方上为官多年，见识也必有独到之处。沈四卿说，刑狱之事，乃是正清民安之基石，燕某一深以为然。只可惜，说起刑狱之事，那民女何时可以着手侯府的案子？我已约了霍知府，明日重检。如此甚好，请恕民女还要照看大长公主，改日再向殿下请教。燕某疏忽了，请九娘子自便。主子，你一提沈毅，福陵那丫头脸都吓白了。他们不愿与我多说，可为何会对自己崇敬之人如此讳莫如深？小婉儿，你这回不但帮霍怀信抓住了魏武，保住了乌纱帽，还助他官升大振，这下他必定后悔当初退了你跟霍宁的婚约。我现在只求尽快检验尸身，其他的都与我无关。霍怀信倒是保全了自身，可我价格还不知何时才能脱罪呢。我不用你让着我。在下并未受伤，只是心绪不宁，确实难敌郡主。小时候一时不落葬，我就想去陪他一日。我能为他做的只有这些，我只希望能早日带他回家，让他入土为安。我们岳家何尝不是这么想？还好有小婉儿帮忙，真凶很快就能找出来。真的吗？莫非九娘子懂侦查之术？我只是会一些医术，帮府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。无论如何，魏某都感谢九娘子。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魏某都深感欣慰。告辞。他把与你的输赢分寸拿捏得那么好，实在不像是心绪不宁的人。庶子大都这样，要看人脸色才能活得好些。他能得宋国公器重，也算是有出息的。可能我做的事需要处处思量，所以不喜欢处处算计的人。难怪祖母说你活得太累心，那是因为人心叵测。我价格太冤枉了。宋国公府送亲的侍卫和侍从有近100人，还有丫鬟婆子围着喜轿，
怎么会连那么大一个活人死在里面都不知道？我价哥不过是去接个亲，就被栽赃在头上了。可是他连那个宋柔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你说，那个没头的真是宋柔吗？不管他是谁，只有尸身才能告诉我真相。舒服啊！这2天啊，准备好一些上好的礼品，挑个好日子，去一趟秦府，把宁儿啊和九娘子的婚事定下来。不行，我好不容易去退了婚，宁儿绝对不能娶那扫把星。去，出去！妇人之见，那丫头可不是一般人，就凭她的本事，保准能让我们霍家兴旺发达。咱们门楣兴旺的日子在后边呢。真的吗？信我的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娘子，今天可把我紧张坏了，直到大长公主醒了，我才松口气。你怎么一点也不担心啊？无端的担心只会让人心乱。我只有救下大长公主，让侯府欠我这个人情，我们才有机会一计划行事。这个险必须得行。幸好这侯府上下都是顶好的人，否则咱们哪有好日子过呀？这个世上没有鬼怪神仙，不用怕。可是我明明看见了。你看到的不是鬼，是别有用心之人。本叔，我已命人探查了梅园周围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。不会真的是那宋柔气魂鸣冤吧？此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九娘子的住处，还能避开我的护卫，定是对侯府极为熟悉。等，九娘子可有发现？行凶人虽已尽力遮掩痕迹，但殿下请看，这几株月季花丛，花瓣都已凋败，且都顺着同一个方向散落下来，可见是行凶人匆忙拂倒的。果然，那人定是越墙而过，曾在此处落脚换气，才会在顶瓦青台上留下踏痕。你们看，那些花和小婉儿说的一模一样。可若不是鬼魂，那人为何会悬在空中，而且还没有头？只要那人学过轻身功夫，这倒也不难。用这花圃借力，跃在那石柱之上，再用架衣下摆遮住双脚，便可做到悬空而立的感觉。但你们二人受到惊吓之后，即可逃离。我来吧。果然如此，这就是假借鬼魂之名，为了扰乱人心、混淆视听的人为之举。明日你就要去义庄验尸，此人偏偏选在此时在梅园行事，恐怕是想把你吓跑。九娘子要验尸一事，府内只有我夫妻二人和宁儿兄妹知道，那是如何走漏风声的。我可跟谁都没说过。我可能跟魏延支漏了点消息。你跟他说了什么？我们比武的时候见他忧心，我没说验尸的事儿，我就说小婉儿会帮忙。当时宋家护卫长魏成也在旁边，
你怎得如此鲁莽？魏副尉和护卫长那边，我自会派人去查。此事的关键是要先找出这嫁衣的来历，也许能顺藤摸瓜，找到装神弄鬼之人。这嫁衣与死者的嫁衣样式相仿，色泽鲜艳，面料全新，上面的折痕犹在。樟木香味尚未散去，应是刚刚从香笼中取出的新衣。右侧袖口处有一处污渍，尚不知是何物。娘子，那块污渍应该是松烟墨。松烟墨，为何？我学女工时曾经专门认过面料，这嫁衣应该是香红纱，号称百污不沾，唯有松烟墨才能染上痕迹。福陵，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此人应是身负武功，身高约6尺左右，会用左手的男子。愿闻其详。此人若是要假扮无头鬼魂，应是把嫁衣举至与头顶平齐的位置，若太高，则会显得肩背虚空。以福陵当时所处的位置来看，窗台比花仆从要高1尺左右。这嫁衣身长约4尺7寸，按照殿下刚刚演示的，站于花仆围装之上，举起嫁衣。这名男子身高至少要高于5尺7寸，才有可能将嫁衣抵摆高出窗台，让我和福陵从窗内看到的是嫁衣虚空而至的效果。行凶人只需提前穿好夜行衣，便可以将露出嫁衣抵摆的双腿藏于夜色之中。正是。况且寻常男子身高超过6尺的也不常见，行止必定引人注意，所以我推断此人身高应高于5尺7寸，但不足6尺。那如何得知是左撇子呢？这就要多亏福陵认出这是萧红纱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常人写字应是右手执笔，左手拢袖，落笔左写。可惯用左手者，则为左手执笔，右手拢袖。依然是落笔左行。右手袖口才会沾上墨渍。这袖口处的污渍与那嫁衣上的位置相同。九娘子真乃神人也。小心！这嫁衣价值不菲，路途遥远，不可能在中途买到。宋国公府一定还有备用的嫁衣，不妨劝那陪嫁嬷嬷辨认，看这件是否就是那备用的嫁衣。你是怀疑是宋家人中有鬼？若真与他们有关的话，那梅园就不安全了。小婉儿，你今晚搬去和我一起住。福陵，收拾东西，走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叫人封锁东院，不能叫宋国公府的人离开。表叔且慢，在未有确凿证据之前，先不要与宋国公撕破脸，还是先请霍怀信出面较为妥当。也好，我这就去请霍知府。你们分2组，在东西耳室单独问询，问询后将他们送回归处，途中禁止交谈。是。快去！是。殿下，我已经安排妥当了。安有好，世子殿下，霍大人深夜来此，可是小柔的案子有了眉目。魏副尉，稍安勿躁。有样东西，请您辨识一下。
来人啊！这是小柔的嫁衣。霍大人，未得宋国公府首肯，为何擅动小柔仪容？魏府尉，你怎能一眼就认出这是宋娘子的嫁衣？我与小柔同行千里，朝夕相对，对这嫁衣样式再熟悉不过了。更何况，这样式乃是国公夫人亲自挑选的流战白子，由京城锦绣坊用金线绣制并嵌以碎宝，全大洲仅此2件，我又怎么会认错？果然有2件，魏府尉，那另1件在何处？自然是由裴家的嬷嬷收着。怎么了？嫁衣呢？备用的嫁衣去哪儿了？在十里铺时，老奴还清点过，明明见那嫁衣好好在香笼里的呀。入库时你为何不曾查看？你怎么办的差事？负责保管庄帘的有几个人？夫人指命老奴一人为大娘子保管贵重衣饰，所以只有老奴有这香笼的钥匙。可是老奴的钥匙从来不离身，实在不知这嫁衣怎会不见呢？还有谁能进这间库房？还有我，但我从出事那日起便从未踏入过库房，陪嫁之事也都交由下人和护卫自行其事。我虽有送嫁之责，但任由自己沉溺哀痛，嫁衣丢失也未曾察觉，实在难辞其咎。霍知府，在，把这嬷嬷给押下去。来人！是。饶命啊！老奴冤枉啊！饶命啊！魏府尉，你之前日日替宋娘子守灵，如今头七未过，怎么就不去了？连续的守夜让我有些体力不支，今日在和魏成拆招的时候昏倒了，他便不许我再去了，盯着我淋了1晚上的帖子。的确如此，在下可为魏副尉作证。还请魏副尉与护卫长将你们的双手伸出，给我一看。魏副尉，请掌心向上。魏护卫长的左手为何也有茧？军中惯以长枪操练，长枪需双手握持方才可以。世子殿下，这是何意？得罪了。护卫长所言不差，他的确不惯用左手。魏副尉平日可也喜欢书法，在下心情不好时，便会临帖，这是自幼替嫡兄授法养成的习惯。魏副尉既身体不适，就早些回去休息吧。那嫁衣之事，放心，严某自会将调查结果告知霍大人。多谢世子殿下。魏护卫长虽然有嫌疑，可我始终觉得魏延之似乎也有不同。他们2人的身高和武功都符合现场的特征，也都有作案的时间和条件。殿下，习武之人修习兵器时，通常都是会用惯用的那只手吗？自然会偏爱用惯用之手，不过，除非行凶人与我一样，双手都很灵活。那如此说来，殿下也有嫌疑。可我身高高于6尺。殿下已来荆州多日，这侯府中人对殿下的身高早已见怪不怪，自然可以来去自如。我若越墙而入，又怎会留下痕迹？九娘子可还怀疑我？行狱之事虽看重线索，但也重情友。殿下是指挥千军万马之人，自然不屑于装神弄鬼。殿下不用担心，这些小把戏还吓不到我。
明日我定要剖尸检验。不过宋国公府对剖尸检验一向很是抵触，霍怀信又一贯练权为上，若是明日剖尸检验遇到阻拦，不必担忧，我自有对策。多谢殿下。他为何这般看我？我可是说错了什么？七哥，小婉儿，你们俩傻站着干嘛呢？那个九娘子就交给您了，别胡闹，早些回去休息，告辞了。七哥这个平时对女子不假辞色的人，今日居然屈尊亲自送你回来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。世子殿下虽作风狠辣，却行事有矩，实是心思细腻之人。细腻有矩，咱们认识的还是同一个延期吗？主子，京城急谢。怪不得宋国公府日益没落，案情未明就去找圣上哭诉，还真以为圣上指婚是只看中他宋国公府一家。派人继续盯着。是。对了，英祖在沈邑携家出逃的渡口河底发现2具尸骨，身负巨尸，看衣饰应该就是沈邑夫妻。可查明死因？尸身只剩白骨，无法推断是溺毙河中还是死后沉尸。那他们的独女沈婉呢？未见沈婉尸身，至今还是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，还真是好巧。巧？哦，难不成主子是怀疑沈婉暗通杀手出卖父母，然后一个人逃跑了？派风，我至今还没发现，你竟然如此聪明。我就是想开个玩笑，逗主子开心开心。不许调侃王者。杀手连沈邑夫妻的尸身都没放过，又怎会留下一个弱女子的活口？属下知错。将他们的尸身好生安葬，再将沈婉的画影送过来，要快。那还继续查沈婉的行踪吗？查。还有何事？还有一事，属下不知该不该禀报。说。今日霍夫人携重礼拜访秦老夫人，似有意重提霍公子和九娘子的婚约。怪不得今日霍宁那样看秦九。霍怀信倒是善钻研，不过这霍公子，他不配。听说昨夜霍大人连侯府的府兵都审了，整整审了1夜呢。没有世子殿下和安阳侯府的准许，霍怀信是万万不敢如此大刀阔斧的。希望早点找到那个人吧，我现在想起来还后背发凉呢。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真没规矩。我的人有没有规矩，还不劳霍公子费心。秦九娘子，如此对我，可还是记恨当日解除婚约之事啊？请问霍公子是有盖世之才，还是德厚流光啊？凭什么认为那婚约值得我放在心上？今日你我不妨明言，那日霍夫人向我祖母再提婚约，我已回绝了。且晚在此，特意感谢霍公子当日不娶之恩。别！霍公子，叶某正欲接九娘子为大长公主复诊，不想再次巧遇，不知九娘子是否方便？很是方便，还请劳烦世子殿下相送。请。霍公子劳累了一夜，也早些回去休息。是，不辛苦。经过昨夜审问，宋国公府与侯府的府兵皆没有左撇子，且可以互证清白。昨夜也有侯府的下人，可以证实窗前一直有魏延之练字的身影。我也着重搜查过他的书房，桌上有未干的笔墨，还有淋了一半的字帖。不能再在此事上纠缠了。万一是行凶人故布疑阵，拖延时间，只怕尸身败坏严重，会损失很多线索。
你为大长公主复诊结束，咱们就出发去义庄验尸。好。自从那个秦府的扫把星成了府里的常客，咱这府里啊就没清静过。谁说不是呢？病的病，死的死。听说呀，那宋家娘子就是被他给克死的。啊，真的吗？殿下，竟敢在背后非议大长公主的救命恩人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殿下饶命！奴婢们也是听宋国公府的人都这么说，一时迷了心窍才跟着人家学舌。白凤，将他们交由夫人处置。是。我现在可以确定，行凶人与宋国公府脱不了干系。若说那晚在梅园装神弄鬼是为了把我吓跑，那今日这些谣言，则是想挑拨侯府对我的信任。宋国公府的人对我如此忌惮，想必那尸身定有古怪之处。看来他们已视你为眼中钉，你岂不是很危险？自古邪不压正，只要让真相大白于世，我又有何可惧？殿下可有不适？是民女僭越了，前面就是大长公主的院子，殿下不必相送。娘子，殿下还站在那儿看你呢。我刚就不该给他号脉，一时之间竟对他少了戒备，果然测出他还未信任我。娘子，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怀疑你，他别回头，对他还是要警惕些。等大长公主病情稳定，咱们就离开阳侯府。九娘子，拿着。殿下这是何意？拿着吧，一点心意。美女愧不敢受。我曾怀疑你救治大长公主是为了贪图富贵，如今你不顾财气再救大长公主于生死，又何愧之有？拿着吧。美女谢过殿下。娘子，要不先打开看看？这是鹿皮做的手套，这手套可比你以前那副好多了，鹿皮还能隔水呢。素问9针，连药王一脉都只传下了7针而已。世子殿下送你这份礼物，真是花了大心思。大心思？他如此费尽心机的对我，所图必然不小。莫非他是想让我去朔西做军医？不行，这会影响回京大计，我必须找个机会拒绝他。九娘子对礼物可还满意？殿下所赠正是民女求而不得的心仪之物，民女实在不舍得退还，只能忝为受之。多谢殿下慷慨相赠。九娘子觉着好用就行，还请九娘子好好检验。你看，他果然对我另有所图。父亲，许河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先进去避避雨吧。
我在等候高人。多谢世子殿下。殿下，怎么会是他？绝不可能！父亲，您所说的高人就是秦九，他跟那山女子怎么能懂得验尸？父亲别被他骗了。臣子不懂事，世子殿下，九娘子莫怪，莫怪。霍公子，秦九娘子是否真的懂验尸，自有我做担保。无妨，民女稍事准备，大人请自便。福临，箱子，你在这儿等我。哎，父亲，我不信。秦九一个小小的孤女，从哪儿学的验尸？你闭嘴！你信不信有什么用？那是我亲眼所见，否则我怎么会让你娘去提亲？我不管她为什么，反正就算她跪下来求我，我也绝不会娶她。对，她要是真把安阳侯府的案子给破了，倒是你想娶都娶不上。快些跟我回去吧。我偏不回去！我今天非要看这个秦九到底是何等高手！九娘子，器具也按照您的要求备好了。辛苦了。哎呀，我用不着。厅内禁止喧哗，若有不适者，现在就出去。开始记录。是，我来。记：死者，女，身长约5尺2寸，因头部缺失，暂无法确认死者身份。徐仵作，你在此前可曾整理过死者衣物？宋国公府明令禁止破坏死者衣褥，所以未曾动过。记：死者家衣周整，除领口有浅淡血迹，其他暂无血迹。颈部有蛆虫，伤口皮肉呈蜂窝状，创口平整，脊骨端口利落。
记，死者全身出现尸斑，下腹处有明显骨胀，小腹、私处及腿面臀后侧有暗青色皮肉变动，未见其他伤处，应于鼠月死亡，距今有6、7日左右。颈部断裂处颜色极深，皮肉极度收缩，血液深度渗透到了死者的脊椎和颈部的气管中，证明死者是被人活生生割下头颅，一刀毙命。死者若是活着被斩断头颅，血液定会喷溅而出，可方才嫁衣领口上血迹极浅且不多，说明死者是在死后被人穿上嫁衣的。世子殿下好推断。你的意思是，死者是死后被穿上嫁衣，放入洗窖中？正是，洗窖中的血液有些异样，是为了乱人视线。死者的遇害之处另有所在。能在哪儿呢？聂子，哎，这是白齿蚁，靠腐木为生，常盘踞在榕树林四周。荆州附近可有榕树林？我来荆州时，最后一站休憩地十里庙附近就有榕树林。榕树林你怎么又来了？让我去，听不到，跟着他去。须贺，洗尸，把葱白拍碎，涂抹于死者全身，用纸沾上醋，盖住全身焖一会儿。好，我去准备。这又是为何呀？宋国公府既不让剖尸，我只能把体表勘验做得再周全些，看看是否还有其他暗伤。死者所用的扣单是京城的丹华扣，此物甚为贵重，多为京城勋贵家女子喜爱。前九娘子可曾去过京城？为何如此了解京城风物呢？民女从未去过京城，只是我大伯家的年节礼曾给姐妹们送过丹华扣。死者的右手柔嫩白腻，左手中指的第二关节和大拇指关节处都有厚厚的茧。宋娘子是否善琴？我早已派人查过，据宋国公府的下人说，宋娘子的确善琴，在陪嫁当中也有一把名品古琴，可有不妥？只有积年累月的练琴，才会有这种茧子。这具无头女尸，很有可能就是宋柔。我真希望她不是宋柔啊！这黑点是什么？赤痕，
宋娘子出嫁之前，可能与人有了私情。为什么日夜会轮转，却一样有照亮你的光，像火跳动在雪中央，那么亮，那么暖。若已尘埃跌入阴霾，风雪刺我一身洁白。若已深爱，刻入心怀，痛也会痛快，把心痛